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果粒城视频，请朋友们点赞支持，并按下热推按钮。今天挑战摧毁牢不可破的方块，到底用什么工具能一次将它打开呢？破坏一件物品就能拿到1000美金，两人到底谁更有破坏力呢？摧毁的物品中易碎的玻璃花瓶，还爆炸中保留下来的电脑，结束谁的分数高，就能额外拿到10万码内。挑战失败要被困在箱子里72小时，两人谁会受到惩罚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第一件物品是个坚固的盒子，打开里面却是一台小型电脑。黄毛觉着这也太好破坏了，大伟却不这么认为。电脑外层被金属包裹，想要打开着实有点困难。你们觉得两人谁先完成呢？使用的工具随机抽取，大伟抽到25号，工具是把大勺子；黄毛抽到26号，工具是个尤克里里。砸击时间有4分钟，大伟用勺子开砸，可只来这么一下，电脑完全没有任何损伤。黄毛想用歌声将电脑震碎，你以为你会狮子吼吗？看来还是用砸的吧。大伟这边也开砸，电脑外壳还真出现一个裂缝，但勺子和外皮都属于金属，可敲了没2下，勺子就罢工了。电脑外皮这么结实，难怪可以在战火中保存。黄毛这边也在用力敲打，电脑还是能正常运行，那就展开着砸。电脑屏幕真的碎裂了，大伟这边还在用力砸，虽只有一个小小的勺柄，但也将屏幕打碎了。看来只要找到一个受力点，也能将电脑打碎。黄毛这边电脑屏幕已经黑掉，可在砸击的过程中，尤克里里也壮烈牺牲，这下电脑打不开了。大伟这边还在继续砸，可屏幕还是能亮起来，他只能先清理下面的键盘，很快就掉下来不少，还想敲掉更多，可砸击时间已经结束。接着是对比时刻，两人的破坏程度差不多，但明显黄毛的彻底些，恭喜黄毛获得1分。接着是第二样物品，一个超重的水杯，一只手勉强能端起来，重量能将混凝土砖块砸碎，到底用什么工具能将它打开呢？为了展示手臂力量，两人将杯子灌满水就开喝，只要手臂力量好，稍微能喝到一点。那这次的工具会是什么呢？大伟抽到了21号，工具是一个哑铃；黄毛却抽到了1号，工具是一个充气电钻，在桌子上试了一下，直接被钻开一个小洞。破坏时间有4分钟，大伟用哑铃直接砸，下面的桌子被砸出一个裂痕，可金属水杯毫无损坏。黄毛这边用电钻开钻，虽然能在杯子上留下痕迹，但震动的声音差点把耳朵震聋。戴上降噪耳机接着砸，杯子还是无动于衷。大伟将杯子放在地上，然后站上桌子，砸下去还是不太行，这金属对金属还真不好弄。黄毛见电钻不好用，于是用木板接着砸，没想到来了几下，木板就被手柄砸坏，这个结果是不是弄反了？但黄毛也没放弃，用木板继续砸，可效果还是一样。大伟这边站在高处，将哑铃丢了下来，可以看出水杯并不喜欢它，到底咋样才能打开它呢？黄毛这边也打不开，只能拿旁边的木板出气。本来还想继续砸击，但时间却不够了。接着是比拼时刻，两人都没能将水杯打开，可大伟水杯上的坑洞较多，这次大伟获得1分。第三个物品是花瓶，表面看花瓶是玻璃材质的，这次会用到什么工具呢？黄毛这次抽到4号，工具是个独角兽拐杖；大伟抽到了19号，工具竟是一个马桶栓。就这一个木棍，真的能打开玻璃吗？但这个花瓶质量可不一般。本次时间有2个小时。黄毛让小马用力砸，大伟这边也跟着照做，但木板根本敲不断玻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黄毛想到一个主意，用力将花瓶撞出去，这样就能摔碎了。再看大伟这边，将木棍都弄断了，玻璃花瓶毫无破损。时间结束，本轮黄毛打碎花瓶，再次获得1分。第4样物品是个智能手表，虽然不是特别坚固，但想要打开也绝非易事。这次他们的工具会是什么呢？黄毛抽到了3号，工具是对摇铃玩具；大伟抽到了21号，工具是把吉他。这次的时间有3分钟。黄毛用哑铃砸击，但手表不想和他接触。大伟也用吉他砸击，只用了1下，就把手把镶嵌在木板上，手表的屏幕也只出现一个黑点。看来这个办法是有效的。黄毛这边敲了半天，手表是一味的逃离。那用一个摇铃砸击呢？大伟又来几下，手表还是能正常运行。那把手表当棒球打，没想到屏幕碎裂也照样闪亮。这个手边真是太顽强了。黄毛这边也在拼命砸，可结果还是一样。眼看时间结束，手表还是那块手表，看来是打不开了。黄毛随意用木板砸了一下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，手表的屏幕出现破损。接着是对比时刻，2个经过对比，黄毛再次获得1分。看来大伟有可能要接受惩罚了。第5个物品是张4指，用牙齿咬和用手撕都没能把它打开，这也太结实了吧。大伟还验证了一下，普通的纸很容易撕开，而这张纸却非常难。这次会用什么工具呢？大伟抽到了8号，工具是个弹簧高跷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黄毛抽到了9号，工具个粉色的哑铃水杯，它的材质是塑料的，这要怎么打开那张纸呢？破坏时间有2分钟。黄毛用水杯压住纸张，
想要将纸扯断，但水杯根本没啥重量，轻松就能将拔出来。大伟则爬上桌子，想在桌子上开蹦，没想到弹簧高跷这么给力，一下就把纸扎破了。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黄毛这边想把纸张弄湿，这样打开它就容易多了，可试了一下还是不太行。大伟将纸拿出来，虽然有点褶皱，整张纸完好无损，下面的木板却砸出一个洞，看来要想更好的办法才行。黄毛将整瓶水倒在纸上，刚才肯定是水不够多，等了一会还是撕不开，这到底是什么材质的？大伟这边把木板砸断也打不开，那在外地碾压会不会好点？黄毛将纸全部塞进水壶，这下肯定能泡透。大伟用高跷使劲砸，终于将纸撕开。黄毛将纸拿出来，纸还是全新的，可惜时间已经结束。恭喜大伟获得1分。这张纸是什么材质的？竟然这么结实，看来黄毛也有可能被惩罚。第6个物品是超大钻石，这么坚固的物品，什么工具能将它打开呢？黄毛抽到了18号，工具是个棒球棍。大伟抽到了12号，工具是个喷火器，这下肯定能融化钻石。挑战时间有2分半，把钻石固定在木板上。大伟就用大火烘烤，旁边的黄毛用力砸，除了硌得手疼，其他没啥进展。大伟边还在烘烤，钻石真的能被火枪烤化吗？火势加强，钻石也只烤黑了一点。黄毛戴上降噪耳机就开砸，可砸开木板都比砸开钻石容易。那站在高处能不能将它砸开？没想到只用了1棍子，钻石掉落就碎成了2半。时间结束，黄毛再次获得1分。第7个物品是小黄人玩偶，是继续比赛还是游戏？就看这一局了。这次的工具会是什么呢？大伟这次抽到了20号，工具是把钢钉鞋，钉子很尖，打开一个小玩偶肯定没问题。黄毛则抽到了22号，工具是一个玩具球，时间有2分半。大伟将鞋子套在手上就开砸，钉子直接将玩偶扎穿。黄毛这边用小球砸击，但小球的防线并不好控制，那只能用绳子将它勒断。可玩具的材质比较结实，完全没有留下绳子的痕迹。大伟将钉子鞋穿在脚上，一脚下去再次将玩具扎透。黄毛也用扎的，但玩具的头部并不尖锐，根本打开玩具。大伟在桌子上乱踩一通，桌子都被踩坏了，小黄人也只贴在钢钉上。大伟用力往下拽，还别说真的将它打开了。黄毛这边还在用力砸，可使用的时间结束，恭喜大伟获得1分。接着是第8个物品，一件牢不可破的金丝软甲，这件物品很是结实，用什么能将它打开呢？大伟抽到了29号，工具是把武士刀。黄毛这次抽到了19号，工具竟然是把斧头，使用时间是2分钟。武士刀砍在软甲上，一点痕迹都留不下。黄毛这边也用力砍，貌似软甲也是金属做的吧，想要打开并不容易。大伟用力在软甲上砍2下，虽然没有将它打开，但上面的铁环也出现断裂。黄毛这边也用力砍，2、3下就将软甲分成2半，看来还是斧头有用。大伟这边还在扎，可时间已经结束。这一局恭喜黄毛再次获胜，将开山软甲套在身上，也代表他完成了挑战。而失败的大伟，他要接受木箱惩罚，在里面待上24小时，逃出来的时间只有5分钟。很可惜他没能逃出来，为了不让大伟孤单，还给他送了很多小可爱，真是太吓人了。如果让你挑战，你能打开所有的物品吗？